秋收结束，进入到了10月份，小福宝已经昏迷了3个月了，沈飞的肚子已经也有5个月了。沈飞照例没事的时候就进空间陪着小福宝。双胞胎已经10个月了，小叶子还不会说话，每天都笑呵呵的，但是花花已经能发出单音了。小叶子进不来空间，花花是可以进来的，所以沈飞在实验室里的时候也会把花花带进来。花花已经能站着了，他皱着小脸儿看着昏迷的小福宝。沈飞看到花花站起来，趴着透明的罩子看小福宝，就伸手把他抱了下来。唉，本想给小福宝好好的过2周岁生日的，没想到生日都过了2个多月了，他还没有醒过来。花花看着呼吸均匀的小福宝想了想，是给他照一照。照一照？是照哥。沈飞目光一转，想起来了，急忙抱着花花去了方诺师兄的实验室。然后在角落看到了一个小台子，这是方诺师兄给动物照 X 光线的地方。方师兄是研究动物的，所以这些器材是有的，不过这都是给小动物用的。沈飞的眼睛一亮，是啊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于是他把花花放下之后，就快速返回，把小福宝抱了起来。小福宝躺在冰凉的台子上，微微地皱起眉头。沈飞没有发现，快速把仪器打开，开始给小福宝检查。花花这时候就对上了小福宝的眼睛。醒了，哥哥醒了。仔仔，你醒了，醒了，太好了，仔仔，你终于醒了。娘亲，娘在这里呢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小福宝感觉沈飞抱着他的时候有东西硌着他，而且沈飞又像是弯不下去腰一样，他的视线看向沈飞的肚子，然后惊恐地睁大眼睛。娘，你又有孩子了？你又要有弟弟妹妹了，你开心吗？不开心呐，宝宝不开心。他有种直觉，这次是弟弟。小福宝并不想听到这个消息，但是想到荣王府就他一个男孩，他要是死了，没有男丁，沈飞和唐志玲2人无后，心里又接受了。他虽然醒过来，但还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罢了，来个弟弟也好吧，至少他离开以后，娘亲还有别的孩子养老送终。仔仔，你身体哪里疼吗？不疼。那就好。仔仔，你弟弟妹妹来得很及时哦，到时候有了脐带血，娘保证你一定会和其他的小孩一样的健康。真的？娘不是说过吗？一定会救活你。来，你躺好，娘亲继续给你做检查。小福宝这时候才意识到，他躺在一个陌生冰凉的台子上，然后他惊讶地发现，他全身赤裸。小福宝小脸爆红，更让他羞窘的是，花花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小福宝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呢。好了，片子里结果都挺好的。仔仔，看来你还是要……仔仔，你还害羞了？娘亲，衣服，我要穿衣服。衣服还不行，给你穿一个纸尿裤吧。说完，不等小福宝反对，沈飞把小福宝身上的医用耦合剂擦掉，然后给他穿上了纸尿裤。小福宝知道反对无效了，但是现在有了小裤衩，觉得安心了不少。沈飞继续把小福宝放在修护箱中。仔仔，你安心的在里面休息。好。小福宝不排斥修护箱，他从前也是有意识的，躺在里面他的确是会更舒服一些。沈飞要告诉唐志玲这个好消息，于是快速把花花和小福宝都带出了空间。修护箱拿出来之后，沈飞快速的插上电源，小福宝的表情明显更轻松了。仔仔，娘去告诉你爹这个好消息。小福宝点头。沈飞直接抱起花花，走出门后把花花给了奶娘照顾，于是快速的向前院走去。唐志玲，有好消息。沈飞推开前院的书房，发现屋子里不仅有唐之玲，还有王府的常客。这个常客雷打不动，每天都来。
太子也在啊？见过刘皇婶。沈飞胡乱点头。唐之灵，小福宝醒了，醒了。刘皇婶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福宝弟弟真的醒了？醒了，在后院。唐之灵听到之后也是欢喜。太好了，走，去后院。唐之灵想跑过去，但是又得扶着沈飞的大肚子。沈飞和唐之灵到了后院的时候，小福宝已经和太子两人聊上了。小福宝躺在蛋形的罩子里，虽然有些隔音，但还是能听到太子说话的。福宝弟弟，左安怀和他的同伙已经伏法了，原来他和唐国公一样，也都是柳家余孽。小福宝也是没想到左安怀隐藏得这么深，他竟然也都看走眼了。看来柳承继的后代都是狼子野心呢。告诉皇上，把柳承继的后代挖地3次也要全部找出来。记住，柳家余孽一个活口不留。刚刚走到门口的小夫妻俩怔住了。唐之灵吃惊地看着沈飞，好像是在说：“你还不承认？”沈飞被看得莫名其妙，小声反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现在知道仔仔像谁了吧？我从前说像你，你还不承认？哼！有仇就报的性子像我。沈飞想到刚才那句一个活口不留，点了点头。不过沈飞心中也涌起巨大的疑问：小福宝和花花两个孩子都和小叶子不一样，不是真小孩啊。花花是谁他能猜到，是因为他熟悉世界，所以偷偷观察之后他才敢这么断定的。在危急时刻他开口问花花，他才承认的。要是平时问他，花花一定会装听不懂。小福宝好像也是早熟又早会。那么小福宝又是谁？沈飞嘴角轻轻翘起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沈飞推开房门，太子见到来人是沈飞和唐之灵之后就闭嘴了。小福宝也不说话了，乖乖躺在修护箱里做个安静的小宝宝。唐之灵率先走过去：“仔仔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。”小福宝对着唐之灵点了点头，他揉了一下小肚子：“我饿呢。”“好，吃的马上就来。”说完又急匆匆地出门。明月彩霞，世子醒了，快去大厨房拿一些好消化的食物来。王府中的人听到唐之灵的吩咐，也是喜气洋洋的。太子着急把好消息告诉皇上，也痛快地告辞离开了荣王府。小福宝昏迷这么久才醒来，也是王府的大喜事。和荣王府一派喜气洋洋不同，林家却是在发配岭南的官道上。因为左安怀的原因牵扯出了林萧，林萧的罪责严重，已经被斩首了。林宇环的功名也已经被除去。林家本来就人丁单薄，现在只剩下林宇环和林母两人，他们跟着其他犯人被押送到岭南。快走，没看到下雨了吗？环儿，你怎么样啊？娘，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林母现在也是自顾不暇，她身上也已经湿透了，她也是咬紧牙关，拼命的坚持，才不让自己掉队。快些走，别磨叽！该死的，这鬼天气！林宇环想到祖父临终前的交代，他一定要忍耐，他要活着，只要活着就有机会，只要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。林宇环抬起头，任由雨水冲走眼角的眼泪，眼中只剩下坚毅。李良汉看着林宇环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他现在已经不是御史了，李家也因为他的原因，全族被发配岭南。李良汉也是没想到自己这次会栽得这么彻底，他觉得也是冤枉的很。谁能想到左安怀是个反贼呀？他不过是贪心一点，收了些钱财罢了。唉，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不过他是不会轻易死心的。李家也不是没有机会，至少流放的队伍中还有个林宇环。林宇环的外祖父是陈御史，他可是好好的呢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林家就只有母子俩了。这一路上陈若梅没有受到衙役的欺负，还不是衙役害怕京城的陈御史。到了岭南，只要把林宇环哄好了，或者是把一个女儿嫁给他，不愁没有机会。勤政殿，皇上知道小福宝醒来之后，也是开心的不得了。荣宝，快去朕的库房，再给荣亲王府送上一些上好的药材。是，陛下。
冯宝离开之后，太子继续开口：父皇，福宝弟弟担心还有隐藏起来的柳家余孽贼心不死，下令不留活口。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人不太好分辨了。父皇，藏匿起来的柳家余孽也容易分辨，六皇婶就有办法，他的实验就可以分辨出来，这样也不会错杀无辜的人。对，那就用这个法子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柳家曾经发配到了北地，重点查一下北方。是，父皇。小福宝现在能离开那个透明的蛋了吗？还不行。好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这时候，小太监却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皇上，景仁宫不好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母后怎么样了？皇后娘娘发病，撞倒了太子妃。太子到了景仁宫的时候，里面也是一片慌乱。太子妃已经被抬到了偏殿，太医已经进去给她诊治。皇后现在人还有些懵，见到太子来了，急忙扑了过来。太子，母后不是故意的，太子一把抱住皇后。母后没事儿，太子妃没事儿。那就好。这时候，翠萍端了一碗药走了进来。娘娘，该喝药了。太子想到皇后病了这么久，头疼的毛病还没好，甚至还有更疯癫的趋势，就非常恼怒。这药先放下吧。太子殿下，娘娘不吃药，头疾会越来越严重。今天就是娘娘没有及时喝药，才撞到了太子妃。此时皇后又开始发病，她拼命地摇晃脑袋。不要过来！不要！母后，是我，红轩。皇后的眼中又有了些焦距。轩儿。皇上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他也是没想到往日端庄持重的皇后会是这样疯癫的模样。这段日子皇上很少进入后宫，前朝因为柳家余孽的事已经让皇上忙得焦头烂额。太子倒是有徐嬷嬷通风报信，可是太子已经查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后来皇后更是觉得徐嬷嬷有二心，把她给打发出宫了。至于皇后身边的几个大宫女，那都是跟随皇后多年的人了，太子也没查出来。更何况皇后往日只是头痛，吃了药之后就是好人一个。太子现在才知道皇后不服药的反应会如此巨大。快去请徐院判和宋太医过来。太子把皇后扶到床榻上坐好，仔细想着景仁宫的事。父皇，儿臣觉得景仁宫要好好的查一查了。彻底查一查吧。来人，去宫外把徐嬷嬷请进来。是太子殿下。翠萍听到太子的吩咐，心中惶恐。很快后宫里就动起来了，景仁宫的宫人全都被带到了慎刑司。翌日，唐之陵早早的就去礼部上职去了，正巧碰上了新任礼部尚书贾老头。贾大人。贾尚书现在走路都带风，他也是没想到左安怀下去了会便宜了他。这礼部可比工部有发展多了。荣亲王。两人按职位，贾尚书是顶头上司，按身份唐之陵是荣亲王，所以两人也就是互相打个招呼。唐之义最近怎么样？他不错，宁亲也有了身孕，两人都开心得很。那恭喜他了。还真是奇怪了，从前在国公府的时候，我那孙女简直都要泡在药缸里了，现在离开了，反而有了身孕，也是奇怪得很呐。唐之陵是知道原因的，但他不会说出来。可是国公府风水不太好啊。确实，你们也是离开国公府就有孩子了。确实。贾尚书觉得和唐之陵在一起就得浅显的聊这些家常话才不会尴尬，否则说些别的都是他这个上司对荣亲王的不尊重。贾尚书不知道唐之陵也是在拼命的忍受。两人到了礼部之后，互相寒暄了几句，就快速分开了。唐之陵刚进入主客司，就看到了朱坤鹏。哎呦，你今天竟然会来？
荣亲王，咱们主克斯马上就要忙起来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我爹说的。西突厥和大禹朝要议和了，他们也是被北境王给打怕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北境王还真是勇猛啊！自从伤好了之后，那可真是所向披靡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北境王府这1个月来生了不少孩子，大概得有7、8个吧。那简直就像个兔子一样，一窝一窝的生呀。从前有一些谣言说北境王不行，现在被打脸了吧？北境王只是回京养伤，就在后院造出了这么多的孩子。这要是常年在府中，那孩子得没完没了的生。你怎么不笑呢？这不好玩吗？哈哈哈哈，不好玩。他当然知道北境王这么能生孩子的原因，那就是吃了药剂改善了体质。可是他和沈飞的身体也都改良过了，难道他和沈飞也要一直生孩子？唐之灵想到那个情景就摇晃了一下脑袋。不行不行，他不想沈飞一直忍受生孩子的痛苦，算上沈飞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够了。可是药物对他们不管用啊，真难办。这时候就听到外面传来议论声，听说了吗？昨日后宫发生大事了。唐之灵和朱坤鹏互相看了一眼，都悄悄地靠近，仔细听着是怎么回事。太子妃流产了，还是皇后亲手害的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千真万确。